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另一集嘅 Man on Wheels。市面上嘅中級以上嘅公路單車都開始配搭碳纖維籠組，換套高質嘅碳鈴可以話係一個最直接同明顯嘅改裝。唔單止可以提升速度，連個外觀都可以一樣提升。碳纖維籠組都有分好多唔同嘅價格，總括嚟講，越輕越硬，價錢就越貴。牌子當然都可以有好大影響啦。一套高質嘅碳鈴絕對可以貴過一部公路單車。對於冇咁多預算嘅車友嚟講，市面上都有啲性價較為高嘅選擇，有啲選擇係可以平到令到你會懷疑會唔會1000km 就玩完。咁當然啦，市面上都有啲較為出名嘅牌子，佢哋嘅品質已經達到一個水平，用戶嘅評分呢就極高嘅。近年呢就越嚟越多公司開始打入呢個市場，專注做呢個碳纖維籠組同埋其他碳纖維零件。今日呢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套碳纖維輪組，係來自一個喺亞洲製造馬錶同單車 trainer 嘅一個公司，叫做 McGinn。佢哋嘅旗下有一個部門就係主打碳纖維輪組嘅，套鈴叫做 XR。我哋一齊睇下佢呢一套最新速嘅入門選擇。呢一對就係 XR RB58 Pro， 係一對 58mm 寬高嘅CSAT Pro 系列嘅碳刀。個外觀睇落去同其他牌子冇乜分別，冇多冇少，冇啲養眼嘅貼紙或者拉花。個外觀感覺真係好 clean cut 啦。喺光線下面睇呢，就有少少銀色嘅反光嘅。而個牌子同埋個編號呢，就一啲都唔養眼嘅，要行到好近先見到嘅。同埋呢，佢哋唔係貼紙嚟噶，係 3D 嘅，似係本身倒模嗰陣時連埋啲字倒埋出嚟。剎車位係用咗另一種可承受240度嘅高溫物料，同埋加咗排水紋嚟提升濕地嘅減速能力。我自己本人啦，覺得如果你係用CSAT嘅碳刀呢，呢啲排水紋呢就一定要有啊。車轆嘅內側闊度係20mm， 而外面呢就係27mm。而 Pro 系列嘅CSAT後轆設計呢，就用一個較為窄少少，裏面嘅闊度係19.5mm 啦，外面係26mm啦，嚟俾多啲空間個車架，冇咁容易磨胎。呢一套鈴嘅設計係適合25同埋28C 嘅開口同埋真空胎嘅，再闊啲嘅胎都冇問題，不過唔建議用太闊啦，因為適合鋪好嘅路面上用。跟埋無奈胎貼紙啦，同埋無奈胎氣嘴嘅。前轆係用16條刀片型嘅輻條，平均左右編排。後面就係用21條，走呢個2:1嘅排位，即係飛輪嗰邊係有2倍嘅輻條。個盒呢就係佢哋自己開發嘅，用呢個直扯輻條嘅設計啦。啤令呢就用 MBK 6902。盒殼裏面係用呢個48齒嘅設計，即係每 7.5 度就可以啟動，係非常之敏銳嘅。呢種設計咧，通常喺啲高質嘅盒先見到，適合8至12速嘅設計啦。三大牌子 Shimano、SRAM、XDR、Campagnolo 都冇問題。呢一套 CSAT 58高寬嘅設計，標籤重量係1440g 嘅，而我自己度出嚟得到咧就係1444g。我唔記得我嘅重量係加埋呢個無奈胎貼紙同埋個氣嘴，呢個重量喺呢個高寬嚟講咧算係好輕。建議用嘅車胎咧就包括 Victoria 啦、Pirelli 同埋呢個 Goodyear， 安裝會比較容易啦。咁我就諗住做呢個速度嘅測試嘅，所以咧我會用翻我自己本身走緊嘅馬牌 GP5000 25C， 用呢個乳膠內胎嘅。條乳膠內胎氣嘴就係48mm 長嘅，就唔夠長咯，過唔到個鈴框啦。所以咧我就買咗一套呢啲60mm 長嘅氣嘴嚟接駁上去，好似長得滯。我諗要揾套短啲嘅，我諗40mm都好夠啦。安裝依然都係好容易下，用徒手冇用呔棍都擺到上去，但係最尾嗰幾寸呢，就係要用啲力嘅。
我自己亦都有試過裝馬牌 GP528C 嘅上去，係非常之容易，好似係度身訂造專係俾呢一套胎用嘅，係我有史以嚟最容易安裝嘅一套胎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就放套 link 上部單車度啦。聽下個盒聲，對於中意靜盒聲嘅車友呢，呢一套 link 呢，話唔定你會中意，因為係好靜下㗎，要去到好高速先有啲聲，非常之低調嘅。唔知道性能上方面又點呢？高框 Doblink 設計係用嚟戒風嚟減少阻力，最獨特嘅一面就係當你去到某個速度以上，喺啲較為平嘅路可以做到維持車速，又唔多需要點樣用力嘅效果。今日我哋就會做一個圈速時間嘅實驗，嚟比較下兩套唔同嘅車鈴，分別有我呢一套舊嘅 Mavic 嘅女鈴25mm 低框，同埋我哋呢一套58mm 高框嘅 XR。路線上我哋就選擇咗呢一條 1.35 公里長嘅較為直嘅路啦，冇乜點樣爬升，得個20 m 度嘅。我哋會將會用同一部單車、同一套車胎、氣壓，甚至乎踩車嘅姿勢，會盡量維持自己嘅心跳喺同一個區域。咁我哋做咗一個熱身之後呢，就會每套鈴踩2次嘅，就攞得到嘅平均分嚟做呢一個比較。OK， 我哋首先呢，就用呢一套 25mm 低框嘅 Mavic 走轉 ，Let's go。第一圈 Mavic 得到嘅時間就係4分46秒，平均速度呢就係 29.5 公里嘅，最高速去到 41.7 公里。而家我哋走第二轉啦，得到嘅數據同頭先差唔多，時間用咗4分49秒嘅，平均速度係 29.3 公里，最高速去到 43.8 公里嘅。OK， 我哋而家擺套 XR 上去，睇下個分別會有幾大。唔使睇 Strava， 我已經感覺得到係快咗，好似完全踩緊第二部單車咁。睇下得出嚟嘅數據先。第一轉呢就用咗4分15秒，平均速度去到 32.5 公里，最高速45公里嘅。第二轉呢就用咗4分18秒，平均速度 32.1 公里，最高速係去到 45.3 公里嘅。畫面上呢就係得速嘅平均數據啦，左邊就係 Mavic 嘅平均數，右邊呢就係 XR。XR 每一方面都好過套 Mavic 啦，圈速係快咗半分鐘嘅，平均速度都快咗3公里啦，極速都係多 2.3 公里嘅。我唔記得頭先個賽道只係 1.35 公里長啫，如果走長途100 km 嘅個差距可以好大。咁當然啦，呢啲所謂嘅測試呢，就唔可以話好準確啦，我就係用呢個心跳帶嚟控制我嘅力度嘅。呢4個圈嘅心跳指數呢，都係非常之接近嘅。用套 XR 踩嗰陣時呢，就真係感覺得到有速度嘅改善啦，特別係遇到啲短暫嘅斜坡，啲速度冇咁快流失，同埋用同一力度踩個極速真係快咗啲。咁啊，我都踩咗大概有200公里啦，用呢一套 XR 嘅碳鈴，到而家嚟講呢，套鈴都冇乜點樣變。
依然轉得好 smooth 好直，個外觀一樣係咁完整啦，個剎皮位呢就冇話變形啊咁嘅。我到而家就未試過喺落雨天度踩，所以話唔到俾你聽究竟嗰啲坑位呢有冇幫助啦。乾地剎掣嘅感覺呢就同其他牌子差唔多，最大分別呢就係個剎皮磨落嗰啲坑位啲聲，我幾中意。OK，咁我哋講下呢一套 Link 嘅價值啦。呢一套呢就算係入門級嘅，個價錢呢亦都偏喺呢個入門級嘅，所以有啲 feature 呢只係可以喺高級嘅碳 Link 揾到呢，就唔會出現喺呢套 Link 上面。以上呢就係中國以外嘅網上價格。呢一套 XR 呢就有兩個版本嘅 Pro 同埋呢個標準版本，兩個版本呢都有分呢個 C 剎啦同埋呢一個碟剎，框高就有兩款俾你揀，45mm 或者58mm嘅。而以上呢就係所有版本嘅標籤。而 Pro 最大分別呢，就係物料係用呢個 T88 嘅碳纖維，個剛性係高過同埋輕過呢個 T78 嘅，用啲更加靚嘅輻條啦，係刀片型啦，同埋剎掣排水坑位呢，無內胎氣嘴同埋剎皮呢，只係喺 Pro 系列先有嘅。外觀上呢，標準版本呢係用呢隻白色嘅貼紙，就冇 Pro 咁低調啦。咁啊，套 Link 呢就冇呢個 ceramic bearing 嘅，亦都冇呢啲用碳纖維做嘅輻條啦。7600樓下嚟講呢，去到呢個咁輕嘅重量同埋高框，個價位呢就同第二啲品牌都接近嘅，剛性較高啦，踩落去啲飛碟聲、鑊鑊聲呢就更加明顯，做到可以完全改變你部單車嘅外觀，同時間提高埋性能添。套 Link 呢就跟2年嘅保養。一係攞嚟比賽都冇問題啦，肉眼就咁睇係高質嘅，要踩多一段時間先可以話俾你聽個品質去到邊咯。如果呢一方面唔係問題呢，呢一套 Link 呢真係考慮得過。咁啊，少少建議啦，對於中意自己整單車嘅車友，即係好似我咁啦。我就想會有多幾條嗰啲輻條跟埋套 Link 嚟咯，因為如果你真係萬一斷咗嘅，你又要上網訂，特別我住喺海外，分分鐘要等一段時間先收到嘅。同埋我唔覺得附近嘅單車鋪會有呢一款嘅存貨咯，個盒裏邊呢，就冇跟啲乜嘢仔細嘅說明書。就係得張卡片仔，裏邊有個 QR code 咁樣俾你上網登記保養嘅。另一樣嘢呢，就係我發現遇到突然嚟嘅側面嚟嘅風呢，真係有少少擺。咁啊，話說我就喺嗰啲粟米田嗰啲地方度踩啦，差唔多40打後咁樣速度，就突然間呢，有陣強風飛過嚟，部車呢真係擺咗擺，但係控制到嘅。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不斷嚟咁樣有風喺側邊嚟呢，嗰啲係冇問題嘅，因為預料得到啊嘛。係嗰啲突然嚟無端端一下咁樣嘣嗰啲呢，就真係有啲影響。咁你個框去到58mm嘅就一定會感覺到啲噶啦。如果你住嘅地方呢係多風嘅，同你本身呢，你個身體結構呢係輕身嘅，咁話唔定可以考慮下佢哋個45mm框高嘅款式，你就可以去行啲啦，唔使咁擔心風嘅影響啦。落斜呢就更加多信心啦，加速呢又敏捷少少。但係如果你係控制得到高框嘅呢，又唔係成日要踩啲不停咁樣上斜坡嘅，我會建議你用高框，因為我自己留意得到喺啲短暫嘅斜坡位呢，呢套 Link 呢係好快嘅，係做出嚟嘅時間仲快過更加輕嘅低框碳 Link。我早前呢就喺一段短嘅斜坡，大概4% gradient 到啦，呢段路呢我都踩過差唔多120次噶啦。我用呢一套 XR 竟然喺第一次已經破自己嘅紀錄啦。呢一套 Link 呢就啱啱喺呢個市場度推出啦。如果你對佢有興趣，就請用標籤裏面嘅鏈接嚟購買。如果個匯率條數計得啱呢，就香港嘅朋友呢就應該可以慳到390蚊港紙嘅，同埋會贈送 McGinn 嘅 C406 馬錶，同埋會幫到我哋呢個頻道將來揾更加多唔同嘅單車製造商合作啦，話唔定可以帶俾大家更加多嘅折扣同贈品。如果你中意以上嘅內容呢，就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日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